哟，我来了，欢迎来到投机实验室。在日本有一个词叫尼特族，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家里蹲。这个词用来形容我们今天的主人公21岁之前的 BNF 非常恰当。但谁也没能想到，这样一名成天无所事事的青年，在数年后能成为日本公认的投资之神。BNF 出身普通，朋友不多，脸上也很少看到有什么表情。不善言辞的他，在复读了1年，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后，还是未能完成学业。大学期间，他接触到了互联网和炒股，这改变了他之后的人生轨迹。21岁，他用160万日元的本金开始了交易生涯。25岁时，他的个人资产就已经增加到了80亿日元，换算成现在的汇率，也就是用8万人民币的本金做到了4个亿。26岁的时候，在著名的 JCOM 物下单事件中，创下了在10分钟内狂揽20亿日元的辉煌成绩。同样在这次大事件中一举成名的，还有前面视频讲过的最强散户 SIS， 他的获利是6亿日元。随后几年 ，BNF 相继购入了位于东京都秋叶原、涩谷等黄金地段的多栋大楼，按当前市值，这些楼宇已经是天价。BNF 从前路暗淡的尼特族华丽逆袭，成为超级富豪，也不过10年时间。BNF 原名小手川龙，1978年出生于日本千叶县的一个平凡的家庭中。在复读1年之后，考上了某私立大学的法学部。大学生活中，他接触了当时尚未普及的互联网，知道了如何在网上炒股。因为非常欣赏美国的天才投机家 Victor Niederhofer， 所以就用他名字的缩写 BNF 作为了自己的网名。2000年，日本刚刚开始推进手续费自由化，这使得金融机构可以自由设定股票交易的手续费，网上交易也开始在这一年蓬勃发展。21岁的 BNF 就是在这一年，用自己打工攒下的160万日元开始了交易生涯。刚开始的半年， BNF 根据自己自学的相关知识，按照常识选择了长线投资。但由于当时的日本早就已经走完了80年代的经济繁荣期，正在经历着失落的10年，股市崩盘，经济增长停滞，加上大洋彼岸互联网泡沫的破裂，也使得日本很多相关公司股价暴跌，许多企业财务恶化。在这样的熊市里，他的投资自然也节节败退，手里的钱很快就缩水了1/2。信心勃勃小试牛刀，结果却折戟沉沙，这种打击非常沉重。BNF 在后来回忆这段时间，也说在这种情况下，本金基本赔了一半，让人感觉特别灰心。比起现在损失1亿日元，当时那个数字也许不算什么，但是带给心理上的创伤却是巨大的。随后 BNF 调整了自己的战略，选择了持有期间在1天到1周不等的短线交易策略，而这也让他的资产在3年之内就直线上升为1亿日元。这其中究竟有什么样的秘诀呢？首先就是 BNF 最为人称道的逆向投资策略。逆向投资的传奇人物约翰·邓普顿曾说，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。2000年至2003年间，受互联网泡沫破裂的影响，全球股市进入了熊市，许多投资者都遭受了重大损失，情绪悲观。BNF 悟出，很多时候市场在短期之内往往存在着过度反应，导致资产价格偏离其基本面价值。如果能寻找到一些被市场低估了的资产，低位买进，当价格回调到合理水平时便可获利。当然，逆向投资说到底就是根据市场的偏见来赚钱，是一个难度很高的游戏。它既需要我们保持乐观主义精神，不跟风操作，也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进行研究。BNF 很谨慎，他知道贸然抄底一有不慎就会被拖入地狱。在逆向投资中， BNF 主要通过观察股票的25日移动平均线偏离率，找到偏离率较大的负值股票，并进行购买。移动平均线偏离率可以告诉我们价格与其移动平均线之间的差距，从而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市场当前的趋势和价格是否偏离正常水平。假设某股票在过去一段时间内的移动平均线是100元，而当前价格是120元，这意味着价格偏离了移动平均线20元，移动平均线偏离率为 20%。 如果这个偏离率超过了设定的阈值，我们会认为价格已经超过了其正常水平，市场可能需要进行调整，因此可能需要注意风险。BNF 认为，对于大型股或者小型股以及不同行业而言，
作为入场时机指标的偏离率存在着差异，这是当时他总结的入场参考数值。此外，在初始的资金积累阶段 ，BNF 还坚守着一个原则，就是只做现货交易，拒绝做空和杠杆交易，因为他认为杠杆增加了投资亏损的风险，可能会使人陷入更深的困境中，控制风险比扩大收益更重要。2003年是 BNF 交易手法的分水岭，随着安倍经济学的推出，日本股市整体看涨，曾经仰仗一时的逆向交易法变得越来越不起作用。他敏锐地意识到，当市场行情不好的时候，因为大多数投资者都在抛售，所以逆势交易可以捡便宜买进并获利。但当行情变好，就很容易错失买入机会。于是他再次改变了交易策略，而这次改变也让他的资产从2002年底的1亿日元飞升到了2005年底的80亿日元。让我们来看看他在这段时间的交易手法。首先就是要学会随机应变。在市场情况不佳时，采用逆向投资的策略固然非常有利，但当市场行情良好时，就应该顺势而为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交易风格，而 BNF 也坦言自己没有日内交易的天赋，频繁的交易会带给自己过多的喜悦和担忧。在顺势而为的交易中，他经常选择2天1晚的交易频率，选择每天持有30到50只股票，过夜后在第2天早上进行盈利的确认或止损，并寻找下一个强势股票持有。在股票的选择上， BNF 通过顺势交易那些行业内涨幅相对滞后的股票来实现收益。说起来简单，但要把握的相关股票信息量却是巨大的。比如在钢铁行业中，一旦发现其中的任何一个主要公司和日经平均指数一起开始上涨，这可能就是一个信号。BNF 通常会买入多只股票，这样当股价的走向与预期相反时，可以分散风险，以达到总体上的盈利目标。2005年 JCOM 误下单事件让 BNF 一举成名，此时的他已经坐拥了80亿日元的资产。2006年有一段时间，他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媒体上。当许多人都想一览这位超级富豪的奢靡人生时，却大吃了一惊。他没有出国旅行过，在日本主要交通工具是自行车，最常吃的东西是泡面，穿的衣服都在附近的超市买，日常用品几乎全部来自100元店。镜头里的他面无表情，专注地盯着屏幕，飞快下单，甚至连主持人的问题都没有听见。他曾说，我对增加财富感兴趣，但对花钱完全没有兴趣。而在另一档脱口秀中，他也曾表示，当我看到面前堆积的现金时，就会变得无法在关键时刻做出冷静的判断，因此我尽量避免看到现金。慢慢的，这位天才交易员又回归神秘低调，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，只剩下江湖上流传着的投资之神的传说。好了，最后送给大家一段自己很喜欢的话，别忘了点击订阅按钮，以免错过更加有利可图的交易内容。祝大家早安、午安、晚安，拜拜。